你给罗琦一点时间，让他静一静，空一空。他现在不想让你找到他，你找到他又能怎样？姐，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见面，聊一聊好吗？他把孩子藏起来，肯定是因为怕季玉找着孩子抢走了藏起来，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罗老师，我知道罗琦姐在哪儿了，在哪儿？跟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看您能不能找出一些关于对方类似于赌博呀、酗酒啊，或者说是虐待子女这方面的证据呢？这不合适吧？我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见我孩子，但是我也没想置他于死地啊。罗姐，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比狠，比谁狠，要不然就不打了。我确实不想打官司，本来挺好的，各走各的路。他结个婚，对吧？我带着孩子好好过，井水不犯河水的。您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可对方不想啊，对方想的是井水河水都想要。现在是对方在告您，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探网权，所以您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面对被告、被诉、被执行。那我能全权委托你吗？不能。你怎么找来的？你在我身上装 GPS 了？能让我跟我姐姐聊聊吗？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我都找律师了，你要谈跟他谈，你跟我老谈什么谈呢？那好，那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我是犯法了吗？我犯法了，你就把我抓起来。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这都是闹情绪。法律规定，我跟你说，法律规定这些事情太深奥了，我根本听不懂。好，那我跟你说大白话哈。小安出生之后，当时你生病了，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小安那时候就跟着他奶奶在一块生活，包括中间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包括去年你出国去考察，小安也是一直跟着他奶奶。所以说，如果人家对方要求，法院是会去考虑的。小安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他忙活了10分钟，我忙活了10个月，凭什么归他呀？自动取款机啊，谁插卡归谁呀？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上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吧？菲菲，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什么不告诉你？你早就知道，就不肯说。你这没头没脑的，你指什么呀？蓉蓉，早知道了是吧？就瞒着我。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骗你，在这事儿出之前，我也很久很久没见季玉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原来为了巴结你，一天到晚围着我，解长解短的。后来用完了，说走立马走了，特别势利。现在知道不合适了吧？也不敢说，也不让人说了吧？这缺心眼的，还挺听他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让他见小安？我还能做什么？你教教我，我还能怎么做？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你瞧他嘚瑟的，全世界就他最好，就他最棒，就他最会嫁人，就他最会结婚，就他最会当女人。他是谁呀？我还要接受他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做人，他给我孩子买礼物，啊，在小安面前表现的他跟圣母一样，他多成功啊，我多失败啊！姐呀，
小安，哎呦，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有。哦，舅舅，我跳的可好了，老师还表扬我了。怎么表扬的？老师说我又进步了。真棒！他们把我跳舞的视频发到快手上了，好多人给我点赞呢。是吗？太棒！舅舅，你能来看我演出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跟舅舅说，你还想请谁来看你演出？我还想让爸爸来看我表演，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小安，你再跟舅舅嘀咕什么的，舅舅累了赶紧下。哎，妈妈，爸爸能来看我演出吗？爸爸出差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忙。好吧。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不好？在这儿，来，让舅舅先给妈妈拍，来。来啊！好，来看舅舅啊，笑得开心一点。演出成功，成功！小朋友来这边集合。啊，这边。啊。走啊！金玉，快上车，我带你去见小安。哎，金玉，咱还立案呢。别着急，肯定能赶上。慢点喝啊！啊，轮到你了，去吧。啊。慢点。你好，后台在这儿是吧？啊，好，谢谢。哟，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后台，不知道后台，我女儿演出叫纪晓安，她一会儿跳舞，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不得了吗？不好意思，先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其他家长不都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你通融一下，我进去一下。现在家长已经往外走了，您。爸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爸爸来看我也想你了。爸爸妈妈不是说你出差不回来了吗？小安有演出，爸爸得来。今天小公主还是现实。小公主，我的小安就是公主。想不想爸爸？想，有多想？做梦都想。爸爸做梦也想你。想死你了。
小天鹅太精彩了，通过舞蹈和形体培养女孩们的快乐、优雅、健康，将是红舞协一直的教育理念。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感谢家长们。来，小安，睡着了啊？来，爸爸抱啊，挑累。哎呦，那么乖，一会儿回去睡啊。这一会儿感冒了，给送上去吧。啊。好。哎。谢谢。行了，来，先把鞋子脱了啊。还有这只，来，给你盖被子啊。爸爸，嘿，妈妈说要带我出国读书，我不想去。爸爸，你能跟妈妈说我不走行吗？好，爸爸跟妈妈说，不让她带你出国，也不让她走，你们两个都不走，好不好？好，刚才都睡着了，困了啊，累了，接着睡吧。这儿有一只鸭子啊，我们一起陪你。这是火烈鸟，爸爸。哦，火烈鸟啊，它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它叫火火。火火。哦，火火是火烈鸟。好的，知道了。爸爸跟火火一起看着你睡，好吗？快闭上眼睛。我叫火火，来自南美洲，就是为了遇见你，小安。快睡觉，小安，快睡，快睡。什么呀？这小安的课程表。他奶奶要是想他的话，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吧。就是不走了是吗？不知道。
那就是不走了，不走了。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我说服你了？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我不吃人。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她不会听我的。其实有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你告诉肖凯丽，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让他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 不追究王慧珠。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你会让他同意。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现起诉要求网 YY 公司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5万元。审判长，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本案中，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从实际情况看，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且猜测是五花八门，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会评价。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沈格格所持有对账单诉讼的有效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如果按照今年年初吕老板给沈格格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扣款的便条，沈格格的应收款诉讼时效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算起，那就正好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了。